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，我是老梁。今天给大家说这位神话当中的人物他有点特殊。你看咱一般说神仙住在哪儿呢？都在天上，这个神仙住在地上。一般的神仙呢，本领越强就离玉皇大帝越近，可是他这本领非常大，却不得玉皇大帝重用。他本来呢有着神仙家族的血统，可是他出生的身世经常被人质疑和议论，以至于玉皇大帝呢都对这事儿挺忌讳。那么这个比较尴尬的神仙是谁呢？就是大家人人都知道的灌江口二郎神。二郎神这个形象呢，在中国古典的神魔小说里边呢，总共有3部书里出现过。一部是《封神演义》，这里杨戬是玉鼎真人的徒弟，保着姜子牙，最后武王伐纣成功，杨二郎封神。他第2部书《西游记》里边，这个大伙最熟悉了，他带领天兵天将，最后是把孙猴给赢了，这个大家都熟悉。还有第3部是《宝莲灯》，咱们可能有的朋友看过那个动画片、动画电影。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，这个二郎神是沉香的亲舅舅，反而百般阻挠外甥来救他母亲，救自个儿妹妹。那么这3部书合在一块儿，咱基本上就把这杨二郎的身世勾勒得很清楚。当然主要是《西游记》。你看这个人为什么我说他特殊呢？咱们先说一个他这能耐。他跟孙悟空这一仗大伙儿都知道，也就是他有这个本事，能在大闹天宫的时候把孙猴降服了。他当时呢是带着自己手下叫1200草头神。什么叫草头神呢？说白了就鱼鳖虾蟹，什么这个树精那个王八精，就是没有上档次的。就我们现在说就土匪改编成这个正规军，就这个路数差不多。带这些人跟孙悟空手底下的72洞妖王加47000狐兵，其实孙悟空手底还不如他着呢，更次。最后把这个孙猴给抓住了。当然呢，一个是他带条狗哮天犬，再太上老君拿金刚圈往下一扔，打他一下子，这起作用。但这也说明二郎神能耐大呀。你看他跟孙悟空对着干，2个人都会72般变化，但是二郎神始终压他一头。孙悟空是火眼金睛二郎神通天法眼，就是额头这第3只眼。就说二郎神跟孙悟空本领是一个档次的，但是二郎神稍微强那么一点点。所以这么大能耐，你发现二郎神没有得到重用。刚才我说神仙都住天上，二郎神住在哪儿呢？叫灌江口二郎神。灌江口是哪儿呢？就是现在四川响水县的灌河口。说住那儿干嘛呢？就成了管水利的小官了，就等于他的朋友他的同事都是国家各大部委的要职了，这个主任呢，那个局长了，他弄成个乡镇水利站站长。咱们这今年春节大年初一上映有一个3D 的片子《大闹天宫》，里边不是何润东演的二郎神，这不那里头说玉皇大帝呢，周润发演的不信任他，派他看南天门。其实他道理和这个一样，就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都反映二郎神不受重用，所以要勾结牛魔王，利用孙悟空来大闹天宫。他这股怨气这是有来头的，就二郎神能耐大，不得重用，而且这个差距简直差得太大了。再你看他的社会关系，孙悟空在天上当齐天大圣，当弼马温呢，还结交几个朋友了。可二郎神在神仙圈里几乎没朋友。说他带那1200草头神是什么呢？是蛇精牛精、马精、猪精、猴精，都是畜生。所以他这里头鱼鳖虾蟹这些成了精，本领不差，但是跟这个神仙比那规格差多了。所以这二郎神身边你看看都这些人，这他没有多少就有本领的朋友。
那你不就觉得奇怪？他能耐这么大，能干这么多事儿，居然地位这样，这在所有神仙体系里头独一份。而且更有意思是呢，他归玉皇大帝管，因为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甥，这《西游记》里写的很清楚。你就琢磨他是玉皇大帝外甥，他要现在哪个单位领导外甥，怎么也不至于惨到这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最有意思的是呢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天上神仙谁都知道二郎神能耐大，还都知道他是玉皇大帝外甥，那最后把这玉皇大帝给闹够呛，但居然这些神仙没有人跟玉皇大帝提请二郎神来了，说二郎神不来吗？谁提的？一个外人，观音菩萨。观音是哪儿的人呢？西天如来那边的人，跟玉皇大帝是两个体系的。一个体制外的人跟体制内领头的说，你里边有一个人能替你解决危难，你不觉得这奇怪吗？观音菩萨保举，这才把关江口二郎神请来，然后把孙悟空抓住。你就想想，给人感觉好像这玉皇大帝啊，不愿意提自个儿这外甥，都不愿意碰。他下级更知道，只要跟玉帝一提二郎神，玉帝敏感难受，甚至愤怒，咱别惹这雷。为什么会不到危难时候二郎神都出不来？玉皇大帝为什么对这个亲外甥这么敏感呢？因为二郎神是皇室丑闻的一个代言人。为啥？这就是二郎神的来历。玉皇大帝拿自己这个外甥当做自己家族的耻辱，为什么呢？西游记里写的很清楚，这几句话把二郎神的身世揭出来了。二郎神的母亲是玉皇大帝的亲妹妹，叫云华仙子。这个明朝时候有本书叫《二郎宝卷》，里边专门提过这个故事。这云华仙子在天上啊，你觉得人间好，因为神仙是没法通婚的。咱有的说那怎么没有？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不对，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是同事，不是两口子，各管各的。这个云华仙子在天上一看人间好，我一说这个，咱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起一堆来。哎呦，七仙女在天上看着冬泳了啊，织女在天上看牛郎，反正天上这女的怎么就喜欢地上老爷们儿，这成了个规律了。这云华仙子一看人间好啊，男欢女爱多好啊，下界了。在阙州城里呢，看上了一位书生，这个书生姓杨，叫杨天佑，为人老实，很有文采。云华仙子喜欢上他了，俩人就在一块同居了。那这是非法婚姻呢，因为神仙不承认你这个事儿。你是神仙女神，你怎么能跟凡夫俗子普通男人在一块呢？生下来一儿一女，这一儿就是杨戬杨二郎，一女叫杨婵，就是后来沉香的母亲，三圣母。你想这个事儿，玉皇大帝知道气死了，我这正宗的皇家血统，你下界跟弱势群体结婚了，了得吗？玉帝脸上无光，所以要重罚自个儿妹妹，就把自个儿妹妹压到桃山底下了。这后来这个杨戬一点点长大了，问自个儿爸爸说，我怎么没妈呢？他爸爸就说了，你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时候杨二郎，你别忘杨二郎是混血，一半神一半人，有能耐，所以后来又拜元始天尊徒的玉鼎真人为师学能耐，学成了之后拿把斧子刀劈桃山，直接一斧把桃山整个劈开，把他母亲从里面给救出来。所以我说这个可能会说不对，这不是沉香劈山救母吗？救三圣母吗？他们家有意思，老猫房上睡，一辈儿传一辈儿，就这事儿。所以其实最早传说是什么？是二郎神劈山救母。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，玉皇大帝当年以此为耻辱，后来二郎神这么一闹，力劈桃山救母，天下全知道了。哦，玉皇大帝他妹妹不正经，下界跟人家勾搭，就还生孩子呢。二郎神说白了私生子，虽然是玉皇大帝亲外甥，这个来路有点难堪。
所以玉皇大帝认为你这个杨二郎啊是皇室丑闻的代言人呐，你让你这事宣扬出去，我们这玉皇大帝这皇家贵族这脸往哪儿搁？所以玉皇大帝根本就不喜欢杨二郎，还说不重用他，可管他叫二郎显圣真君呐，这是他封号啊。这个跟玉皇大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纯属人自个儿奋斗打出来的。怎么打出来的呢？杨戬呢拜了个师傅，这个师傅就是昆仑山元始天尊座下弟子玉鼎真人，这《封神演义》里写的。这玉鼎真人呢，实事求是说能耐不大，跟那几个师兄弟啊，可能跟姜子牙能差不多，跟什么燃灯道人呢、太乙真人呢、文殊广法天尊呢、巨留孙呢，和这些师兄弟比，他都比不了。其实杨戬心里头也不怎么服玉鼎真人，但玉鼎真人这个人智商很高，就看出杨戬将来必成大器。杨戬没怎么提拜他为师，他也耐心的教。杨戬跟他学了3年，能耐比师傅都大，天分好吗？学成之跪下磕头行拜师大礼，玉鼎真人很感动，就杨戬还记着这恩呢。其实这时候杨戬能耐已经比师傅大了，学成这身能耐才劈山救母，之后辅佐姜子牙武王伐纣，人是立下汗马功劳了。你翻个《封神演义》，你看姜子牙身边这几个好使的人，杨戬是最管用的，一旦有危难他都冲到前头，而且能耐也确实大。所以后来姜子牙封神，《封神演义》封神是指什么？人死了之后才能封神。可是《封神演义》里边呢，有7个没死就活着封神的，谁呢？老李4个人，托塔天王李靖、金着、木着、哪吒4个，再加杨戬、韦护、雷震子，这哥4个前头爷4个啊，李靖加这仨儿子，这都是有根儿的。原来陈塘关总兵，后来托塔李天王，有正根儿的。韦护跟观世音菩萨好，韦护就后来这委托护法嘛。那个雷震子什么呢？是文王的干儿子，所以你说没点关系想活成神你都做不到。只有杨戬是草根奋斗上来的，真有那么大门亲戚，玉皇大帝外甥拿着事当耻辱，谁都不敢提。所以杨戬凭着真本事打拼了一片天下，到最后在天上封他，怎么封？二郎显圣真君。你注意这几个字太有学问了，显圣真君。为什么叫显圣？他本来就是圣，他就是神仙，怎么还用个显字呢？意思说他过去不明显，给压到这儿了，到现在立了功了才把它显出来。显圣，显圣有一个词能跟比，显圣真君。我给你对《还珠格格》，为啥？还珠是什么意思？若干年前在济南大明湖畔碰到夏雨荷，这大伙都知道这掌故啊，乾隆皇帝的风流韵事。本来呢这个格格是格格，但是流落民间，如同一个宝珠珍珠，没有显出来。现在回到宫里了，成为正式的格格了，这才叫还珠格格。所以显圣真君好比还珠格格，就这是二郎神。就之所以最后能封成这个衔儿，那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个儿能耐大，干到这个程度了，才给了他这么个衔儿。所以你说这个二郎神呢，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，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，才混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但是由于自己呢，代表着皇室的丑闻，始终玉皇大帝也不愿意重用他，巴不得给他拨来的远一点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那么说这个二郎神呢，这个遭遇，刚才有的观众朋友听我说这个，就说他们家怎么这么像呢？因为咱们看《宝莲灯》里头不就是吗？三圣母就叫杨婵，就是杨戬的妹妹，云花仙子的女儿。这个杨婵呢，按辈儿算呢，那不算玉皇大帝外甥女儿吗？她封为三圣母，也是这有她母亲的基因啊。在天上待不住，一看凡间挺好，下来了，找到一个书生刘彦昌，两个人在一块儿生了个孩子，就是沉香。
结果这个事儿呢，被二郎神知道了。二郎神干件什么事呢？把他这个自己的亲妹妹，就像玉皇大帝处理云华仙子一样，也是哥哥处理妹妹。他把他妹妹压到华山底下，这华山可比桃山厉，自古以险峻著称，自古华山一条路嘛。5岳之一拿来给他压着了。说二郎神怎么能耐这么大呢？二郎神力大无穷。这有传说吗？二郎神呢对天上这9个太阳不满意了，抓住2个太阳拽下来了。一看我再要抓那7个怎么办？没地方搁，先搁这儿，把2座大山拿来，把太阳压底下。然后那边有7座大山，不行，我抓住那7个我也得搁山压着，搁个扁担挑着7座大山追7个太阳，你这力气得多大？这是个传说，说明二郎神本事大。这华山搬过来把自个儿妹妹压底下。很多人奇怪，你说二郎神不受这个害吗？打小孤苦伶仃的啊，自个儿母亲让自个儿亲舅舅给压到山底下了，学成技艺把这山劈开，母亲救出来，他就是受害者呀。他怎么能反过来还充当害人的人呢？一模一样啊！是我刚才说老冒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他家就好出这个事儿吗？他怎么还能按照这个方式在害自个儿的亲外甥，害沉香啊？百般阻拦不让沉香去救他母亲去。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分析分析，它有道理。玉皇大帝是以此事为耻，其实杨戬心里也以此事为耻。就是往往出身卑微的人，他最后成名了，有的人说他忘本，其实不是，他是以本为耻，他才忘本。他之所以忘本，是不想回忆起过去卑微惨痛的生活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当你成为显贵之人之后，很忌讳当年有人提起你那些不堪的往事，所以他要用同样的手段来重复当年的悲剧。所以杨二郎为什么会重复当年这种悲剧？就是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二郎神了，他已经成为天庭一份子，他已经接受这个秩序给他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。所以二郎神身上反映的是我们人类非常常见的一种本性。所以咱每一个骂二郎神这个那个，你好好想想自个儿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呢？咱们实事求是说，不是说我说大家不对，这种倾向本身是无可厚非的。因为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不一样，你走到这个境界了，过去境界好多东西你不扔也得扔，否则你走不到今天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二郎神，就看你能不能走到显圣真君那个地步。我们这个《西游记》系列节目啊，今天是最后一期。那最后一期呢，咱得说点最重要的事儿。什么重要事儿呢？说《西游记》是谁写的？有人说这叫什么重要？这小学课本里头，后来中学考试的时候都说《西游记》吴承恩著啊，那肯定是吴承恩了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大伙儿说，这吴承恩著啊，可不是历史根据。因为现在公开刊行的《西游记》的版本，从过去留下的，没有一个版本上写吴承恩著。说那怎么说是吴承恩写的呢？那是因为有2位近现代的文学史大家做的结论，一位是胡适，一位是鲁迅。听这俩人名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锁定了是吴承恩。这2位考证一致认定是吴承恩，就这么着说《西游记》吴承恩著。那么说这个还有疑问吗？有疑问。现在有很多研究《西游记》的人呢，也认为说这个吴承恩不见得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所以现在还有争论。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吴承恩，他跟《西游记》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咱们看现行刊定的这个《西游记》版本，一般的上面都这么署名：朱鼎臣编辑，这是一种版本。第二种版本呢，叫华阳洞天主人校，校对的校。就这个名字属在历史考证讲呢，有人说这都不是吴承恩。那可为什么非要说是吴承恩写的呢？这是当年呢，胡适和鲁迅2个人
都根据吴承恩的出生地淮安，他有淮安府志嘛，就我们现在说的县志、地方志。地方志里写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，说光有这点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吴承恩是他作者。鲁迅和胡适先生呢，分别从《西游记》里的反映出来的蛛丝马迹来探讨这和吴承恩的生平有什么勾连。这个吴承恩呢，当年呢在这个新野县做过县令、县官。新野咱们朋友都知道，《三国演义》里有火烧新野，他归荆州管。后来吴承恩呢又调到旁边一个县长兴县当县令，这都是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。说这个事跟《西游记》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你看啊，《西游记》的第一主角孙悟空，咱们说一般呢，一个作者写一小说，这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往往和作者都有几分相像。有人说你的意思吴承恩是猴呗？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新野县呢，在中国还有一个号称，说新野县呢是属于猴戏之乡。什么叫猴戏呢？不是京剧评剧的演猴戏，耍猴，过去叫猴戏。在新野耍猴呢，据说有2000年的历史了。当地人买个猴，训练他这个那个这个，耍给大伙看，以此谋生。就是你看吴承恩写孙悟空，那绝不是说一般人就观察猴2天，下笔写猴这动作那动作，不是。他从悟空出世，悟空一出世，所有的动作那绝对是猴的那些动作。就你通过他对孙悟空细腻的描摹，就是吴承恩一定对猴有着特别深入的观察，他才能写出来。你看咱们都知道，正常人比方说你这脸上这儿蚊子叮一口，你怎么挠？正常吗？猴不是，猴往上使劲，咱们正常往下使劲。就这些细腻入微的东西，吴承恩的小说里都写了。还有一个明证，孙悟空是石猴，石头里蹦出来的，花果山一块石头。这是这个石头多大呢？《西游记》里有原封不动的尺寸，说这石头高多少呢？3丈6尺5寸。说石头这个周长是多少呢？2丈4尺。这数据怎么这么准呢？现在新野呀，有一个汉代留下来的议事台，就是三乡四老这些人在上头议论，这咱怎么处理这事儿？那台子高3丈6尺5，那台子的周长2丈4尺，就跟花果山这块石头尺寸是一模一样的。就由此可见呢，吴承恩很可能从这块石头上尺寸记录下来。他当时是县令啊，找这3老4少在台上议事，可能他把台这尺寸就记下来。再一个，孙悟空72变，在新野也能找着根据。说这个新野耍猴有个特点，这个猴会戴面具。你念到这儿，夸红脸关公；念到这儿，夸白脸曹操，手上能拿面具往脸上戴，就像川剧那变脸似的。所以说孙悟空72变化可能就是从这上面找的灵感。有人说光这点证据，那你要在吴桥那也有耍猴的，那也能写《西游记》吗？不一定，这里边还有别的证据。咱们前几天呢曾经说过《西游记》里一些情节时候，讲到《西游记》里有个地方叫玉华州。这个地方呢，那国王呢后来一心向佛了，把3个儿子呢拜这个唐僧仨徒弟为师，跟他们学法术。这个时候吴承恩呢先在长野当县令，然后调长兴县当县令，先在新野，后到长兴，然后转到京王府里头当个小官。那么他在京王府的时候，这京王府名字就叫玉华府。他这里头京王确实有仨儿子，而这吴承恩学问大呀，经常教他3个儿子读书，可能这仨儿子拜唐僧仨徒弟为师就是从这上来的。所以这里头所有地名只有这玉华州是实写，这是京王府，也叫玉华府。当然我这只是粗略呢说2点关联，
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考证呢，比我说这要细得多，就通过吴承恩一生的生平来找他跟《西游记》里边这些事儿的联系。吴承恩呢，他出生在这个淮安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。咱们以前说过，他爸爸他本来祖上做过官，到他爸爸这辈儿就败落了。后来他长大了，他家里这盼着儿子出人头地呀，得好好学。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吴承恩？过去说承恩，承谁的恩？皇上的恩。一般人给你点这好处，不能叫承恩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得沐浴皇恩，考取功名，给咱们家翻身。吴承恩小时候学习呢，确实是好。唯一老师对他有点看法呢，就是除了课程以外，他看闲书看得多，对鬼儿啊神儿啊什么的感兴趣。那是他不对这感兴趣，他也写不出《西游记》。后来这不是10来岁了，开始科举考试。吴承恩呢是1年考不上，2年考不上，一直折腾到40多岁。吴承恩在当地已经很有名了，都说他学问大。管这个考试这官员，搁现在说就招生办主任。说你这人这么有名啊，40来岁了，胡子都要白了，跟这些小年轻混一块儿，行了，给个贡生吧。什么贡生呢？搁现在说就保送，就给你保送上去吧。保送上去按律呢，得到这个省城，然后到京城，把自己这个文凭之类递上去，等着干嘛呢？朝廷给往下给你派官啊，说那儿有个县令刚退，你去顶他去吧；那儿有个道台刚死，你顶他去吧，得上头给你派。结果这吴承恩呢，去是去了，在那一待挺长时间没人理他，为啥呢？你又没钱，你得上下打点才能轮到人给你安排。那都知道清朝时候有句话叫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那你当了县令，那就有搂钱的机会，人凭啥一直安排你呢？所以吴承恩溜溜6年啥官没捞着。6年之后呢，还挺幸运，新野这块县令出现空缺了，行啊，你挺可怜的，快50了，去吧。他就到了新野当了县令。当了2年以后呢，给他平调到长兴县当县令。回去之后呢，这日子过得很不如意。他还挺高寿，活了80多岁才死，但死前是穷困潦倒，贫病交加。所以这是吴承恩大致一生的经历。这跟《西游记》有联系吗？有联系。吴承恩把一辈子官场见到这些牢骚，基本都发散在《西游记》里。你看啊，咱们可以一步步分析。孙悟空刚上天的时候给个什么官呢？说这个狮吼顽劣，说派兵把他收回来吧，打他吧。严打。太白金星说不，给他个小官，让他上得天来也好约束约束。弄成了干嘛？弼马温，其实就是养马的一个小官。那么第2次孙悟空再上天，齐天大圣上来了，糊弄事似的允许他叫齐天大圣，给他整蟠桃园去，看桃园去了。说白了，这全是不大点的官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孙悟空最受不了的是，他倒不在乎官位高低，我上天也得逍遥自在。结果你发现天上这些同僚拼命的排挤他，不给他好眼色，也不给他好的位置，都瞧不起他。王母娘娘蟠桃宴，这不让这个7个女儿来摘蟠桃吗？孙悟空在那胡吃海塞呢。一会儿怎么着？蟠桃宴，孙悟空现出原身，问这个七仙女，把孙悟空气死了。为啥？我齐天大圣啊，我这军衔高啊，我跟玉皇大帝平级，齐天一个蟠桃会不请我。孙悟空急了。这时候孙悟空为什么闹天宫？他知道自个儿啊，再怎么齐天大圣，跟人家拉不平，人家没人瞧得起他，所有人联手排挤他。吴承恩做官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。他本身比较清廉，其他人联手排挤他，为啥呢？你干嘛呀？你当官，你清廉一个字儿不要，我们下面还想吃想喝呢。所以吴承恩当时在官场受排挤，就和孙悟空在那受排挤是一模一样。
所以吴承恩就好比是闯入瓷器店的一头公牛，他不按那规矩来，人家就要排挤他。所以孙悟空在天上受排挤，是吴承恩的一种春秋笔法。你想想，这个地面上大家这个勾心斗角的，你天堂应该很和谐的，玉皇大帝管的，他为什么吴承恩还要这么写呢？就是天上地下一般黑，只要是有官有皇上这地方都一样，哪儿都一样。这孙悟空呢，见过如来佛，见过观音菩萨，见过玉皇大帝，见过太上老君，在天上噼里啪啦这通打，没服过谁。可到了地面保唐僧取经，横垄地里拉车，一步一个坎儿下来，这些妖怪一个个这么厉害。有人就说，为什么他在天上那些神仙都打不过他，到地上妖怪他都弄不了？说孙猴能到哪儿去了？有个结论吗？天上那些神仙呢，都是给皇上和如来佛打工。说白了，我才不使劲儿，我让你金箍棒碰一下，我犯不上，拿起刀枪准备下打孙猴，赶紧就撤。到地上不一样了，那些妖怪都是自己下海出来创业的，你动他利益跟你玩命。还有重要一点，这些妖怪哪个都有来历。你看那个最开始碰的黄风怪，一刮风把孙悟空眼睛都差点弄瞎。这黄风怪是如来佛祖灵山下边一个黄皮雕鼠，偷吃了如来佛祖那个灯油，下界就这么大能耐。说白了，这哪是如来佛祖怎么不知道这位？说不定就如来佛祖养的一个宠物，就跟那龙猫似的。所以孙悟空碰到这样的动不了人家，就这么小一个人物，但只要是跟着上天这些人在一块待着，下来都有能耐。所以这吴承恩在官场里边轱辘这些年呢，对这个体会非常深。就是说你真想往上走动走动，他这身边的人你不能小看，而且这些人刁蛮刁钻，他要祸害你往死了弄。这就过去官场有句话了，叫奴使奴，累死奴。什么意思？主人使奴才可能很宽容，你要让奴才使唤奴才，奴死奴，累死奴。就奴才要使唤奴才，得把奴才累死，因为他最知道这东西，我怎么祸害这奴才，自个儿就当奴才过来的。所以这阎王好见，小鬼难逃，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下来封建专制时代留下的劣根。所以吴承恩在官场看了这么多，他对这个深有体会，他就把这种裙带关系啊，上下勾连呐，奴才使奴才，小鬼难逃啊，这事儿全搁在《西游记》里头。当然还有一点吴承恩念念不忘，以至于在结尾的时候来上那么一笔，就是唐僧师徒取完经了，到这找佛祖，佛祖说好吧，去取经去，把经书拿出来。按时也再给弄点钱什么的，贿赂贿赂。唐僧也没明白这个，孙悟空这什么事儿，就没接着下茬。结果把这经书搬出来，走挺老远才发现这经书是空的，白纸没有文字。这时候唐僧才醒悟，他俩向我要这贿赂呢。你哪能想到灵山脚下佛祖门前居然还有要贿赂这事儿？找如来佛祖怎么搞的？如来佛祖把这话都放出来了，这唐僧没招了，随身带个紫金钵盂啊，搁现在来说就是镀金的或者都纯金的，反正之前拿来给莫格迦叶阿难陀，这两位得了好处了，才把经书给唐僧。那么这段很多人看到这说，这吴承恩真能糟蹋这个佛教啊，说这佛门取经还得给好处，这不成官场贪污受贿了吗？其实这就是吴承恩当时看到的明朝社会的现状。就说你这个呀，你自己不给点好处，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如来佛祖就是典型，就我两个弟子向你要钱要贿赂，我管不了，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天天管太严，他们才不拥戴我呢。跟着佛祖啥好处没有，我跟你干嘛？我早跳槽去了。所以这是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